最近在打仗哦，Diesel 在起效哦，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兴趣玩 Diesel 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你的 Ed 的爱的人，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啊！在我身后面这辆是一个代号为 F30底盘的 BMW 320 Diesel。在我这个频道之前有拍过一架 320D， 我学长那辆哈，那个也改了不少东西哈。为什么我想要再拍这个 320D 呢？因为我觉得它很特别。第一点就是它来自于日规版本的 Recon 的啦，跟我们本地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等一下我这个影片呢，就是会大概稍微跟你们讲一下，到底跟我们本地有什么不一样之外，还有它的改装系列。顺便来访问一下车主，为什么他会选择买柴油？在这个时候，柴油是特别贵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津贴。但是本地政府其实有给津贴给我们私人柴油车的了。可是呢，这个不经常有，他说很奇怪，有时候拿得到，有时候拿不到。然后他又说这辆车是属于豪华车，又申请不到这样子啊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开柴油的朋友们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这辆是一个2014年的 F30的 320D， 我们称为叫前期的 320D 啦。前期是用这 N47的这具引擎，改款版我们叫 LCI 啦，它是用 B47的。即使是 N 还是 B 都好呢，这两具引擎还是非常耐用的一具引擎的。我很多身边朋友有开宝马柴油的，都跟我分享说，其实这一个柴油是非常好养。给一个概念你们啊，在国外柴油的市场是非常大的。如果你去过欧洲、韩国，他们最喜欢是用柴油的。欧洲车最本领是做什么呢？柴油。Alright， 这个是2014年在日本制造，2019年进到来马来西亚的一个 F30 320D， 真正于是 M Sport 的版本。在马来西亚当年也是有出 M Sport 版本的，可是呢就规格跟日本相差太远了啊。第一个就是这辆车有倒退的 CCD， 第二点就是它的内饰呢都是用阿坎塔拉的，本地则是全是皮革的。第三点就是日规版它有椅背倾倒，这个本地则是没有的啦。如果你看到本地版本呢，它的 screen 是小小粒的，只有当年的328i 才是最高配，它的 screen 是最大力。日规版呢就很奇怪哦，前面是没有 sensor 的哦，那本地版本则是前面有给的。当年的小改款前的车头灯呢就没有长得像这个这么帅。的确，车主是换了 LCI 的小改款的车头灯，可是为了这个车头灯呢，车主有改了2次。车主说，因为它是日规版哈，所以它的电板呢是跟本地的不一样的，所以不是说买到中国的就是用就可以了，它是可以用的，是一直挑一个 fault code 出来咯，所以车头灯是比较难改的一个啦。然后中网这边全部钢琴烤漆黑色，它的 logo 也换上来黑色啦。哇，这个解锁了之后，那个 LED 的 signal 灯是亮着的哦。车尾灯方面呢，也是改了 LCI 的，所以像蝴蝶的灯，我是很喜欢这个灯啦，而且晚上看也是非常的亮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车尾箱方面呢，这个车多了一个椅背倾倒，而且看得出这个是442，还有日规版的旁边 fender 这里多了一条线，这个很明显它不是后期粘上去的，它是原装给的。据车主说，所有的
入规版都会有的，连后面这边也是多了一块小块，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呢？装饰用呢，还是有什么其他作用呢？如果开过宝马 F30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它的底盘有操控，我甚至觉得它的操控呢的感觉还比 G 的系列来的更好。前悬挂双 AB， 后悬挂5连杆啊，然后车主呢也为它升级了一套来自 F-Tune 的 GT Series 的 Adjustable， 车身高度呢大概调为2根半手指的高度，后面也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啊。然后你这样子看来的话呢，这辆车的轮胎后面是稍微的大一点，轮圈升级了一套18寸的 Flow Form 轮圈，前面8.5节节，后面9节节 ET35， 前面的轮胎呢用着 Toyo Boxer Sport 2 235/40R18， 后面265/35 18寸，的确尺寸呢是比原装宽了一点点的。Brembo F50的4活塞刹车卡钳配上370mm 的刹车盘，后面有 M Performance 的双活塞刹车卡钳配搭的345mm 的刹车通风碟。车主也改了 Air Scope， 这里可以进气啦哈。前唇加了一个 M Performance 的 lip， 侧裙 M Performance， 后面有 diffuser， 还有一个小压尾哈。然后这辆车也是有改了 exhaust 的，全刻字化2.5寸的白冰。但是先声明啊，如果是柴油的朋友改了 exhaust 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啦。加上这辆车 EGR 也 delete 了，臭了一点，喷的黑烟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你白色的车的话，要经常勤劳洗车啦。没有记错的话呢，本地版本的 320D 或者 320i 啊，是完全是没有 BMW 的 Comfort Access， 可是入规版的前左右门都是有 sensor 的，你的手只要滑一下，它就可以解锁了，按一下它就是锁门嘛。你长按的话呢，它就是一样的，可以把这个 side mirror 收叠。内饰呢，一打开门之后呢，看得非常的舒服啊，很像阿坎塔拉这样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认为呢，坐下去也是非常的舒服的。连门皮这边你看，哇，像蜂窝设计的，摸上去就是布绒那种。虽然14年的车啊，所以到现在照顾得非常的漂亮，你看到一点瑕疵都没有。车主也为它4个门的手把升级了一套 Carbon Fiber 的，坐上去呢，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柔软啊，它的硬感就是很欧系那种，跟皮革差不多。如果有小孩的朋友们呢，都比较少要选择阿坎塔拉的。第一点就是可能奶瓶啊或者水啊倒掉的话，还是你的脚流汗都会有形成一个印这边，所以比较难照顾。依然呢还是有中央扶手，还有置杯架，后面还是一样的有冷气的出风口，还可以调一下温度啊。因为这辆车是后驱车，中间鼓起来是非常的大。前面已经交车时，我的驾驶座位了，我身高173，大概剩下1个拳头，我的头部呢大概1个拳头。而且这辆车因为它是 M Sport 的哦，所以整个车顶都是黑色的。据说这一对椅子的 Half Cut 大概2-3千块左右啦，前面罢了。如果要后面的话又不同价钱，还是一样有配搭着2组的记忆座位，然后电动调节的座椅。M Sport 的座椅呢是肯定可以拓展这个腿部的支撑的。再来 M Sport 呢肯定是旁边的支撑也是比较大。车主也为它升级了一套 M Performance 的 Steering， 握感也跟原装不一样啊。虽然原装是 M Sport 的，加上换挡拨片也是加长版的，而且是 Carbon Fiber。按上去没有滴答的声音啊，所以有 M1 跟 M2， 这个好像是没有的用到吧？这个饰板只有 M Sport 才有的，银色的，而且摸下去有这种立刻撞，非常的舒服啊！而且这辆车的车况真的是超美的，完全没有瑕疵，也没有花纹，而且这个手刹也没有被磨合过。看来车主是非常照顾这辆车，打造这个2.0公升的柴油。OK， 这辆车由于是日规版哦，所以它给的配置是本地没有的 ACC 跟车的功能，车道偏离辅助。当我开启了这个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的仪表上面多了2条线哦，这是本地版是没有的。依然呢，这辆车也是有几个驾驶模式的 Eco Pro、Comfort、Sport 还有 Sport Plus。当开启 Sport Plus 之后呢，一半的防滑系统就会关闭的。记得我说过吗？宝马有2个 Sport， 一个驾驶模式的 Sport， 还有一个变速箱的 Sport， 来自一个8速的 ZF 的变速箱，然后有手动模式，还有 Auto 的 Sport， 还有的用手动模式，还有一个 Magic。OK， 因为这辆车不是 LCI 啊，所以它的中控的灯呢都是完全橙色的。LCI 的话呢，白天它是白色，晚上它是橙色啊。iDrive 是比较稍微旧的啦，它没有办法装 Apple CarPlay， 可是它的荧幕是比较大的，所以你看到我放弃Reverse Gear 的时候，它就会有这个倒退显示器啦，连旁边的 Side Mirror 哦，它都往下掰下来哦。这个还有一个 OBD 的，这具引擎是来自一个代号为 N47的一具2.0公升涡轮增压的柴油4缸引擎，原装是184匹马力，38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经过它 custom 的 K&N 的 filter、EGR delete， 来自于中国的 G Plus Performance Intercooler、Stage 2的 custom mapping， 还有 XHP 的 Stage 3的变速箱的 tuning， 所以这辆车在轮上达到了220匹马力，450个牛顿米的扭力。柴油车马力是不大的哈，扭力是很高，可能在1700多转到2000转呢，它可以得到450个牛顿米的扭力。所以在日常生活，只要不需要高转，你得到高
扭力输出，爬山的时候呢，一点也不费力，也不需要拉高转，所以才有一定的魅力啦。所以很多玩家是很喜欢的。我们就出发。现在哦，你看很明显的，如果是有 map 过 XHP 的哦，还会有多一个档位显示在那边的，它是几号牙啊？如果是原装的话，完全是没有，只有编辑才有给哦，当年哦。OK， 所以看这个 ZF 哦，我是不需要多说，我是很喜欢 ZF 的。然后因为它不是双离合嘛，所以它起步的时候呢，完全是少了那种双离合那种感觉。但是据说其实这个 ZF 哦，它也是有 clutch 的哦，可是它整个离合器的解放就是你完全查不出来它就是有离合器的，好像你当做普通的 auto 车架就可以了。哇，而且 exhaust 改过的，没有声音的嘞，很小声。有改过了。哦，你看那个低扭的感觉特别爽，2000转你可以感觉到，你踩的油是可能18%罢了，就是普通的油车的20到30%，而且可能是要拉到3-4千转的那种才有那种扭力。现在是不需要哦，你大概2000转就可以了这样车。那我们来问一下 Brian， 为什么你会选择玩这个diesel嘞？有什么东西吸引到你嘞？那时我买的2022年的时候，我开始选车，那时在320D 或者328i 之间选择啦。我看了几辆328，它的 condition 都不是很好，然后无意中看到底色，我就问一下朋友意见啊，底色怎样啊？是扭力比较高又省油哦，那就冲着这个去买。那时候油价底色真的很低，也是2.05块是吧？2块多，2块多对。打97的价钱一样，现在就4块多。现在打仗的时候啊，起了蛮高一下哈。对。可是它如果比起油车，它还是比我们油车走得更远，就是打满的话。对。所以还好没有这样痛啦。如果是你想象一下，你是油车，而且你是tune过了的，是很吃油的一辆车，然后你可能一桶油才走到300多、400，然后你给了油钱。就什么？这辆车你如果在城市这样子驾，你可以一桶油打满是大概多少钱啊？4块多。现在起价了200亿。200亿嘞。对。刷一次刷不完呢，因为一次 transaction 200不了嘛 maximum。So 大概城市大概走670到700 km 了。哇，看怎样踩啦。它有 lane keep assist 啊。但是它这里说要在60 km/h 以上它才会启动，所以你看到我的仪表上面多了2条线哈。我们看一下，尽量走到60，看一下它的 lane keep assist 是怎样操作。它会帮你拉回来是吧？还是震动啊？震动。但是我觉得它放在60是有一点难的。因为你在城市里面塞车都是走不到60哦。这样多线的时候，它会不会乱掉嘞？你讲？清楚。OK， 很少开。60了 ，OK 哈，来啊！你看它的仪表上面多了一个点啊 ，OK， 中间了。当他看到那个线的时候，哦，对，它只是震动了啊，它没有帮我拉回来。可是他给我知道我是不是在线中间哦，这样子哦。OK， 这个本地 spec 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换到去变速箱的 Sport， 我们的这个油，哇，放去 Sport 的那个油门那些完全不一样去哦。看到18%的油门罢了，你会感觉到那个车它的扭力真的是很大一下。3, 2, 1, go！ OK， 这辆车啊，其实我有试过，以前做过 launch control 啊。哇，那个 launch control 出去，那个弹出去的感觉，你会那种什么啊？那个头会敲到那个头枕这样的感觉，很暴力一下的。哇，然后。力是很顺，然后扭力也很大，但是diesel车就是一个通病，就是你在高转的时候就
呀，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车很有力了的，也就大概3-4千转，3000多转已经够用了那个车。所以可能好像那些你看2500转哦，这样子踩下去哦，那个哇，对吧？你超高速公路的时候，你超车完全没有压力啊！你看仪表那边亮出一个红灯，代表这辆车有自动的刹车系统，它会提醒我不要太靠近前面的车这样子。宝马就是宝马，它的这个操控你不需要讲了，非常的稳啊，在这个高速上面也好。而且我发觉到你的这个 F-Tune 的调教比较没有这么硬啊，原装比较硬的，它屁股一直在那边跳，一直在跳啊。我现在是这个新 setting， 后面软一点，前面硬一点。I see。好舒服。可是你要更舒服，肯定是5 Series 啦，还有一个520D 等着你们。520D 当年有出一个 LCI M Sport 的，可是全马只有50辆，哇，那个真的是难找。以前的价钱飞天，现在便宜了，因为16年都10年车了嘛，所以现在6万这样啊，520D 看到啊。可是你要找的是难啊，我看到有人卖啦，不懂 condition 怎样啦哈。哇，它真的很爽哎！来 ，OK， 我放去变速箱回去低。OK， 如果是 map 过这个 XSP 的，当你放去 Sport 的时候，那个变速箱的反应更加的不一样，而且你用换挡拨片的时候反应更加的快。你看吗？我一按就急来。OK， 我现在降档啊，按一下，看到吗？那个指针的速度，再按一下，很快。升档也是一样快，好快哦，真的，双离合的感觉哦，没有什么声音，是听到很沉的 exhaust 声音。我不知道你们听过那种泰国的那种什么 pickup truck， 他们改 exhaust 那种声音啊，他们是很大声的哦，但是这辆车没有给到你那种感觉，但是你可以听到那个屁股微微那种那种 bass 的声音啊。所以这辆车在用这8档的时候，160、2500转，转速是非常低的啊。哇，好价好价！我这个宝马我不需要多说了，每次讲到价肯定是宝马好价的。奔驰嘛，就是要AMG 才好价，没有 AMG 就还好。我这样子踩着去呀，很稳，非常的不错。这辆车本来是没有这个推的，你自己改的是吧？对。然后试看它的音响。那转向很精准。我的内心跟这个车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弯要用多少个角度啊，全部很对。后来了 X5 X5 也是很好驾的一台车哦，你无法想象一个 SUV 啊可以这么好驾。但那时候我驾是 N55的那个3.0 Twin Turbo， 也是有3.0低速。哦，有，很少哦。好巴巴的车，而且又有操控，真的是。他一直帮我降档哎，虽然现在是 Comfort Mode。OK， 宝马，我觉得这个弯白山过是没有问题啦，试一下，宝马。肯定没有。OK， 好驾，可以，很稳。body roll 少。
驾这种普通的车，日系车，不是所有啦，普通的日系车，你过这个弯可能觉得哇，这个车好像反了哦。可是对于我宝马来说，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操控好跟操控不好是两回事来的，所以当你开起来感觉也不一样。还有就是宝马的车身也是比较重，刚性也更好啊，所以为什么开高速啊那些啊，过弯啊，你觉得那个车就是稳的，所以你不能怪开欧系车的朋友。OK， 那我们来到这边就知道下一集要干什么呢？还是一样啦，中山宇小老铁们都知道的哈。所以啊，好了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啦。那这样啦，我是你的爱的人，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。OK， 我们来这边等一下宵夜45。今天被他欺负了，他 4 wheel 嘞，加上他他主观很快。是啊，加上马力大耶，我们马力才220匹，低这车不会很大了，除了扭力大不了。Alright guys, see you later.